如何赚大钱，你可以把他人如何花钱的思想倒过来看。通过了解财富的道、法、术、器，你将可以清楚认识到大多数人赚钱难、赚钱慢，很难赚到大钱的原因是什么了，然后就可以知道今后将如何去破解困局，从而快速的获取财富。什么是道？道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。我们只有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，才可以想出千变万化的方法与方式，而万变不离其宗。财富之道，那财富之道是什么？财富之道就是金钱等于价值，价值等于金钱，钱就是价值。想要获得财富，就要懂得创造价值、输出价值、提供价值，让别人用金钱来交换你提供的价值。比如，为什么你去工作，你的老板会付给你工资？因为你提供了为他工作的价值，所以你赚到了他给你的钱。包括你去买一瓶水，去吃一餐饭，都是在用钱去交换你想得到的价值。穷人赚钱少、赚钱慢、赚钱难的原因，就是不知道如何创造价值并提供价值。他们能想到的创造价值、提供价值的方法，就是只会用自己的时间、体力、青春去找一份工作来提供价值，所以提供的价值是非常单一的，是非常有限的，是没有什么太大竞争力的，因为需要找工作的人太多了，这就是大多数人赚不到什么钱的原因之一。所以当我们掌握了这个财富之道以后，我们只需要学会和思考出更多除了工作以外提供价值的方法和方式，就可以通过提供价值去交换，获得更多的财富。财富之法，那什么是获取财富之法呢？法其实就是获得财富的方法与思路。大多数人不懂怎么赚钱，或者不懂怎么赚到更多的钱，主要是他没有方法。比如，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今年你能够赚到100万的方法，而且只用一部手机就能实现，然后他把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流程、每一个步骤，第一步做什么，第二步做什么，开始做什么，中间做什么，后面做什么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你明天一定会马上开始去操作，这就是获取财富之法。所以大多数人除了工作以外，不懂得怎么赚到更多钱的原因，就是他不懂得做什么和怎么做，说白了就是没有思路，没有方法。所以当我们懂得这个知识点以后，记住今后你想要赚钱，一定要有思路、有流程、有步骤，这个就是获取财富之法。当你的脑子里面没有思路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，第二步该做什么，第三步该做什么，开始和中间每一步该做什么。一个人脑子空空没有思路，就是没有掌握获取财富之法、财富之术。那什么是获取财富之术呢？术就是你的技术水平和能力。比如同样是靠销售赚钱，口才好、销售能力强的人赚到的钱，就比口才不是很好、销售能力也不是很强的人要多得多。这就是获取财富之术，同时也包括了获得财富的策略与计策。财富之器，最后是获取财富之器，其实就是工具。你要通过什么工具去获得财富？比如同样是赚钱，大多数上班族是用自己的身体、时间、体力去获得工资，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财富之器。而有些人则是通过开公司、开工厂、开网店、做自媒体发布作品、做直播带货来赚钱，这些平台和工具就是他们获取财富之器。那么通过这次讲解，相信大家已经懂得了什么是获取财富的道法术器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用找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的智慧，反观我们大多数人很难获得财富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掌握财富之道，然后没有财富之法，同时没有练好财富之术，最后不懂得运用财富之器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我也开过公司，我也办过工厂啊，我也做过生意呀，但是为什么赚不到什么钱，后面还倒闭了，还负债了？这就是你的术不给力，加上你没有掌握财富之道，并且运营过程中不得法，也就是说财富的道、法、术、器，你只运用对了一个器，另外3个获得财富的道法术你都没有，或者都欠缺。所以获取财富的道法术器是一个整体，缺一不可。你可以对比一下自己，你会发现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掌握得很好，那么不要紧，当你懂得了财富的道法术器，当你有了这样的财商，今后你可以开始去加强、去练习并运用。当然要掌握这些财商以外，在致富的道路上，同时也应该戒掉12点毛病。人这一辈子为了生活拼尽全力，摸爬滚打，指望着能混出个样来，现实却越混越差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1. 改掉死要面子的毛病。老话说得好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明明知道自己没钱，还喜欢在亲戚、朋友、同事的面前打肿脸充胖子，害怕别人看不起，
其实面子这个东西，很多人都理解错了。面子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自己争的。只要你有本事或者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钱有名气，自然有面子。对于穷人来说，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要面子有什么用？二，改掉爱炫耀的毛病。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富值得你去炫耀，任何的张扬都会招来灾祸。只要你显摆，就会人财两空。真正大彻大悟的人都明白，任何的财富都是你人生的过客，只有收起你的虚荣心，才能将财富牢牢抓在手中。第三，改掉借钱度日的毛病。大家都懂得一个救急不救穷的道理，如果你钱不够花，那你就省着点花，或者想办法去赚钱，千万不要在亲戚、朋友、同事之间到处去借钱，那样做只会让别人瞧不起你，别人会认为你无能。大家同样都在这个社会上混，为什么就你养活不了自己呢？所以不要把自己的落魄搞得全世界都知道，你要做的就是默默的去努力。第四，改掉牢骚抱怨的毛病。有些人一旦看到身边的人都过得风生水起，他就开始心生不满，他心里就会想，为什么不帮我一把？真不够意思。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人家帮咱们的是情分，不帮那是本分，你可不能心生怨恨，否则想帮你的人都不愿帮你了。就算没钱，咱也要做一个阳光有尊严的没钱人。第五，改掉爱占便宜的毛病。有些人越是没钱就越想着省钱，于是不由自主的想占别人的便宜，能蹭别人一顿是一顿，能算计别人一点是一点，时间长了就会给别人留下一种爱占便宜的印象，别人不愿意和你共事，贵人更是会远离你，得不偿失。您说对吗？第六，改掉爱抬杠的毛病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凡事只要能够过得去的，你就不要太较真，尤其是遇到那些让人糟心的人和事，没必要浪费口舌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凡事要想争个对错，到最后就算你赢得了道理，却会把贵人和朋友给整没了，你说这又何必呢？第七，改掉好高骛远的毛病。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，自己的失败是因为工作不行，老板不行，行业不行，于是经常性的换老板换行业，换完一段时间又不行了，然后接着再换。这就像你在挖井，你挖一会儿你就换个地方重新再挖，什么时候能出水？到最后你回头一看，你挖的哪是井，你挖的那是遍地的坑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只会让自己越混越差。第八，改掉爱生气的毛病。记住，脾气发多了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更会断了你的财路。真正厉害的人根本不需要发脾气，往往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就能把问题解决了。只有掌控自己脾气的人，家庭才会越来越旺，事业才会越来越成功。第九，改掉心直口快的毛病。常言道，看破不说破，面子上好过，尤其是面对身边那些爱嘚瑟的人。所谓看穿不揭穿，讨厌不翻脸，面带微笑却心有防备，嘴上不说却心知肚明，能做到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，才是真正的高人。第十，改掉口无遮拦的臭毛病。所谓交浅不可言深，尤其是对不熟悉的人，不要一上来就问别人隐私，更不要透露自己的隐私。第11，改掉爱嫉妒的臭毛病。人之所以会越来越穷，就是因为见不得别人好，你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，自然没有精力关注自己的脚下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明白，有时间去嫉妒别人，不如立即行动提升自己。第12，改掉到处哭穷的臭毛病。不要把自己的没钱穷啊天天挂在嘴上，假如你逢人就说你特别的穷，到最后你真的就变得越来越穷，这就叫吸引力法则。人的运气其实和自己的心态有着很大的关系，记住了，你的嘴就是你最好的风水。富贵的人一定有一颗富贵的心，也有一张富贵的嘴，内心想什么嘴上就会说什么，嘴上说什么就会招来什么。人生与其抱怨不如改变，保持你的善良，用积极的语言鼓励自己，用积极的心态支持自己，用向上的思想改变自己，阳光自信的去面对生活，做一个正能量的人，日子才会越过越富裕。我是橙子 Tiger， 订阅我收获更多社会经验。